今天我们聊一个可能会直接影响你钱包的大事儿，化债真的开始了。可能很多人呀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儿，但是它和你的工资、房贷、消费能力，甚至中国未来经济转型的关键节点都息息相关。什么是化债呢？化解债务，实际呢就是用低息的长期的债务去置换呢高利息的短期债务。比如你欠了一家小贷平台20万，年利率呢是10%，一年内就要还，临近到期你还不上了，于是呢你就去银行借了20万，利率只有3%，分3年慢慢还。你用这笔钱呀，把小贷公司的这个高息短债给先还了，债呢其实还是那笔债，只不过呢你可以喘口气了。听起来啊像是拆东墙补西墙，但是它确实能帮你省下了利息，拉长了还款的周期，所以啊你暂时可以不那么难受了，现金流呢也稍微宽松了一点，这就是财政化债的本质。为什么现在要化债？一个字儿啊，拖。根据人民银行的数据，截至到2025年1季度，中国的国债余额已经达到了35万亿，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已经接近了50万亿。到底有多少债务呢？中央政府的国债35万亿，地方政府的显形债务，我们加上2个字吧，具体的数字呢是47万亿。居民的房贷余额37万亿，企业债120万亿。特别是啊，很多地方财政连工程款、采购款都付不起了。那企业收不到钱，就没有办法发工资，员工没有工资，自然就没有办法消费，于是这就形成了连环的拖欠。企业欠企业，财政欠企业，企业欠员工，员工欠自己。这不是一句玩笑话呀，而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真实的经济困境。所以啊，政府化债怎么会影响到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呢？第一呢，如果政府的财政把钱给到了企业，那企业回款了，自然就能够发工资和奖金给到员工，那员工的房贷或者说房租的压力就可以减轻了。如果化债再加上政府的利率下调，那么老百姓的房贷利率未来还可能下降，压力就会更小一点。老百姓有钱了，他的消费能力就可能会回升。企业发钱了，个人就有钱了，就敢花钱，这是真正的内循环。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警惕一件事情啊，化债它不等于放水，但是呢，化债有可能最终让你多花钱多消费。化债本身呢不直接向市场注入货币，但是它毕竟通过这样的链条释放了流动性。如果你是企业的老板，那你省下的利息你就更愿意多进一批货。如果你是上班族，那么你的工资稳了，或许呢你也敢买一点以前不舍得花的东西。于是呀，消费就回来了，那么价格呢就慢慢的涨起来了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化债不是放水，但省下来的钱呀，可能变成真金白银的消费。这里有一个关键啊，很多人就会问苏老师，政府债务我能理解，但是居民的房贷是我们自己欠银行的钱，怎么也要算进来呢？这正是今天我接下来要讲的关键点。居民的房贷不是小事儿，你要知道啊，中国的问题不是政府债多那么简单的问题，而是整个社会从政府到企业到居民，几乎每一层都加了杠杆。咱们先来看全景式的债务分布啊，债务主体是中央的国债约35万亿，单位是人民币啊。地方的显性的债务呢是47万亿人民币。那城投的平台我们叫做隐性的，这里面隐性的呢预估是10到50万亿。居民的房贷37万亿，企业的债务超过了120万亿，这是根据标普调查的数据。那这些债务呢，构成了一个横跨政府、企业、居民的堰塞湖，共同卡住了中国经济的流动性。咱们接下来重点说老百姓的房贷，为什么必须重点关注？因为这37亿的房贷本质上锁死了中国居民的现金流。我们很多人的工资1/3发下来就得去还房贷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的可支配收入就下降了，可支配收入一下降，于是你的消费信心
肯定就不足呀。于是整个社会来讲呢，内循环肯定就变弱了。你不消费，我也不消费，刺激谁呢？然后我们就会发现，政府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呢，无法传导到底层，政策传导的效果变弱了。所以呢，基于居民贷款的化债，不是说政府要把老百姓的债务给扛了，而是说居民的高杠杆是整个经济系统卡脖子的一环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中国的问题呢，不是哪个环节的债多，而是整个系统被债务结构锁死了。中国债务的3大高压区，从国家层面上来说呢，是国债、地方债、隐形地方债。从老百姓的层面来说呢，除了房贷，还有教育贷，还有信用贷。对于企业来说呢，那就是应收账款、融资债，还有平台债。所以这张图呢，反映的就是中国3大债务高压区的系统性失衡的表现。你可能已经听说过了，美国国债呢也37万亿美元了，中国35万亿，虽然单位是人民币，但看起来也真不差呀。我们来仔细拆一下结构啊。美国的债务问题呢，其实集中在联邦政府，地方债很少，居民端的杠杆可控，而中国呢是3头高杠杆，政府、企业、居民都很沉重。特别中国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地方政府的债务太庞大。我们在这里呢着重对比一下中美两国的地方债有什么异同。首先呢，在中国呀，地方债基本上我们都默认它是刚性兑付的，但是美国不一样啊，美国地方政府是可以破产的，比如美国的底特律就破产重组洗牌了，还不上地方政府你就破产。但是在中国呢，地方债的背后啊，就是刚性兑付的信用承诺。谁敢让地方政府真的破产啊？那会造成怎么样的社会影响呢？所以呢，中国的地方债啊，不仅比美国来讲规模更大，而且呢，缺少释放压力的闸门。还有中国的地方债呢，有大量的隐形地方债，比如说之前各地政府的地方城投公司，本质上呢是公司，但是他们的借贷行为呢，却仿佛有地方政府在背后的背书，所以这部分的债呢，我们叫做隐形债务。但是美国呢，没有这种隐形的啊，所以呢，它的市政债整体上地方债的规模是可控的。那在中国呢，县市一级的地方债啊，就由省级化解了，省级呢由中央化解了。我们这个等于叫大量的上移。但是美国呢，联邦不给地方政府兜底，你还不上呢，你就破产。所以他们相对来讲呢，地方政府的财政结构相对比较透明，这就是中美两国在地方债上的重大的区别。那35万亿人民币的中国国债都是谁买的？这个问题啊，其实关乎一个更大的命题，就是中国国债是内债还是外债？答案是基本都是内债。好，那谁在买中国国债？我们来看一下买家结构，60%多呢是银行体系，包括咱们的国有银行、政策性银行，然后是保险公司，还有社保基金，外资也有，但是呢占比非常小，大概只有3%左右。这就是咱们中国国债的整体的买家的结构。那普通居民呢，占比非常少，这就跟美国不一样了。那我曾经专门出过一期节目介绍美国国债，美国国债是全球买家参与的，各国的央行，还包括像各国的主权基金，比如沙特，还有全球的养老金，还有大的 ETF 都在买。那中国的国债呢，等于都是咱们自己家的内循环。那这带来2个特点，第一就是外部冲击小，别人拿不到中国的命门。第二个，长期压力大，因为啊，你是给自己在打欠条，就好像你从自己家的信用卡倒腾现金，短期看呢没有压力，但是长期的利息还有本金你都得承担。所以我们才说呀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高杠杆内循环的系统，短期呢不会爆啊，因为咱们都是内债。
为主，但是长期来看呢，系统性僵化、流动性堵塞是属于一种慢性病。那中国的化债到底要怎么进行呢？我们画一张图啊，看得更清楚。化债传导图，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场化债呀，其实可以看成是正在打通一个国家级的资金循环链。顶层呢就是政府财政，中层呢是企业，底部呢是居民家庭，最终的目的呢是让居民呀去消费。好了，顶层的政府呢，通过化债省下来利息，把这笔钱呀拿去清欠偿还给企业，企业收回了货款，给员工发工资。这样呢，这些员工啊，代表一个个普通的家庭，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，那么就有消费的信心，就带动了消费的回暖，从而呢，让企业卖出去更多的东西，这样的循环就通了。这一来一回的化债就是要打通这个环节。我的视频评论区有很多人问苏老师，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赶紧还房贷呀？别急，我们得冷静分析。如果你早年贷的是高利率的房贷，比如说4.9%、5%以上的年化了，那么在未来利率大概率会下行的背景之下，提前还房贷确实可以省下不少的利息。但是反过来，如果你的手头上现金本来就不多，又担心未来物价会上涨，机会成本会走高，那么你现在呢保持现金流反而更重要，就不用那么着急去还房贷。毕竟呀，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，温和通胀大概率会成为主基调，这就意味着钱的流动性和使用效率比静态省息更关键。所以呀，提前还房贷不是一定要，而是要看时机、看条件，合适了再做。接下来啊，咱们顺便看看其他国家都是怎么化债的。你看这个日本，它就是靠着超低的利率加上央行无限的买国债，债还在，但是利息呀几乎没有负担了。那美国呢？美债的问题呀，咱们已经多次聊过了。它就是方法很多啊，要不然就是 QE 印钞，要不然呢就是美联储买国债啊。现在呢又有了这个稳定币这个新概念去化债，所以中国这次啊，相较之下呢，咱们主打一个结构性化债，也就是说把市县财政的旧债呢转给省里，再转给中央，统一信用、统一利率，然后呢精准的清偿欠企业的钱。比如说湖南的200亿，云南的300亿，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冶炼式化债，一环一环的拆解这个债务的堰塞湖。未来咱们的方向是什么呢？化债加扩内需加提信心，三管齐下。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呀，如果你是企业主，那你就盯准地方财政的付款节奏，别错过回款的窗口。如果你是上班族，那要留意自己的行业现金流的状况，提前准备应对方案。如果你是投资者，可以关注财政发力的板块和债务结构调整当中的机会。总结一下呀，现在中国国债的绝大多数呢是由本国银行系统在买单，外资占比不到3%，这是一个典型的信用自循环的结构。政府发债，银行买入，财政回流再发债，短期内呢风险不高，但是长期呢会导致信用僵化，资金传导的效率越来越差。所以中国的化债呀是一场看不见的钱包战争，它不靠放水，而是靠精细化的债务重组，把系统打通。你我的工资、贷款、消费能力、投资信心都可能因为这场重构而发生微妙而深远的变化。如果你想要更系统的看懂这些复杂但重要的趋势，不只是听新闻的标题，而是搞清楚它们背后的机制、路径和个人应对的策略，欢迎加入到我的知识星球苏涵思想会。我会在里面呢分享更详细的分析图表、资产配置的思路和实用的家庭财务建议，帮你在这个转型的时期当中守住资产，跑赢时代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记得点赞、收藏加关注。我们下期见。